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一文，你也太过分了！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处处照顾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此时此刻，我面对着面前低着头的男人，嘴里不停输出着：你告诉我那女的到底哪里好？就因为她格外放得开吗？你就受不了这种类型的女人是吧？看来你也是同样的东西。一文嗫嚅着，只能不停朝我道歉。对不起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没有接受他的道歉，而是在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口。知道错了有什么用？你能让这些事情没发生过吗？离婚，来，我们马上去离婚，你就跟那女的过一辈子。一文听到我这么说，立刻慌了，连忙拉着我的袖子哀求：别离婚，千万别离婚！你想一想，我们都有孩子了，你忍心我们的孩子以后没有父亲母亲吗？我丝毫不吃他这一套，我们的孩子有这样一个出轨的父亲更丢人。一文看着懊悔极了，其实我早就发现他的不对劲了，他加班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有的时候喝得还醉醺醺的，只是当时我也没多想，以为真的是公司有什么应酬，或者他压力太大，我不好多问。结果直到我在他的衬衫领子上发现一个鲜红的口红印，我才知道他竟然背叛我了。这口红印他自己可能没看见，那女人却不可能不知道，这分明就是故意留下在朝我耀武扬威的，我这哪能忍耐？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。我没有被一文打动，就要拉着他往外面走去离婚。一文见我心已决，这下是彻底急了，扑通的一声就给我跪下了。我被他吓得后退了一步，紧接着冲他怒吼：你赶紧给我起来，看看你自己这么窝囊，像个男人的样子吗？你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？他还是不停道歉。说实话，看到他这样子，我确实是有点心软了。不过当我刚开口想要缓和一下的时候，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我没多想什么就走过去打开了门，结果却惊讶地发现门外站着的是我那婆婆。她表情不算太好看，在看向我背后的时候更是瞪大了眼睛，紧接着大叫了起来：儿子，可怜的儿子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这下子算是明白了，原来是一文把他妈当作救兵搬过来了。看着他们两个在那母子情深，我抱着手臂冷笑，看来这里今天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那我走好了。说着，我不顾一文在身后的挽留，直接甩上门离开了这个家。我没有回娘家，那样会让我看上去好像是受了欺负一样。我自己也是做点小生意的，手头有不少钱，于是我临时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住着。我知道这种生活不会持续太久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我婆婆就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要上门来找我谈谈。她再三保证的只有她一个人之后，我才把地址给了她。一进门，她脸上是陪着笑容的：小楚呀，昨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当时是妈做的不对，妈先给你赔个不是。再怎么说，昨天的事情和她也没什么关系，我怎么可能接受她的道歉？于是我立刻站起来，我可没说过你有半点错处，昨天的事情都是一文一个人干的，总不可能是您在背后指使他这样做的吧？他没说什么，我却从中品味出一点不一样的味道来。可是还没等我想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他就又说话了。他找人这件事确实是做得不对，可是他毕竟是个大男人，你这昨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我在心里冷笑，说白了，这还是上门来指责我了。我心里不屑，表面上也没什么好脸。您说是什么过分了？是我要和他离婚过分了，还是他跪在地上过分了？他的表情也难看了下来，
或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给他面子，不论是哪件事都有点过分了。你们都结婚这么久，孩子都有了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？再说了，你怎么能让他跪在地上呢？你别说他是个大男人，就算是个女人，也不能动辄就跪啊。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反问他，是一文和你这么说的？他说是我要他跪在地上的。我婆婆的回答很奇怪，她没这么说，可是难道她还能自己跪在地上？我抓住了其中的漏洞，为什么她就不能自己跪在地上呢？这一次她回答的理所当然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哪值得这么大动干戈的？如果不是你小题大做，用离婚威胁她，她为了孩子要哀求你，她怎么可能会这么做？说实话，我被他的回答惊呆了。什么叫做出轨不算什么大事？所以我也这么问了。在你眼里，出轨不算什么大事？那是当然了，男人不都这样吗？总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他居然朝我翻了个白眼。这放在古代，咱们可都是大房。做大房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容人的气度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呢？我差点就把大清已经亡了这几个字甩在他脸上，但我忍了又忍，最后只是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了。临走之前，我婆婆还在对我强调，赶紧回家去吧，这么点小事闹得这么难堪，你也不嫌丢人。她走之后，我直接甩上了门，估计能把她吓得一激灵。刚才我本来可以发作的，因为看她这态度，估计他也知道他儿子在外面七搞八搞。不过在那一瞬间，我想到了一个更为绝妙的复仇方法，我要让他也尝尝这滋味，看他到底有没有容人的气度。所以我立刻打开手机，我家楼下住着一个50多岁、十分美艳的寡妇，她自己说没有再婚的打算，只想和一些男人来一段情缘。然后我把他的微信反手推给了我公公。我把他推给我公公，自然是有理由的。我公公今年50多岁，每天清晨都会去公园晨跑、打太极拳，身子骨硬朗得很。况且，就算现在年纪大了，也不难看出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帅哥。而且我公公也不是个老实的人。之前我去他们家的时候，恰巧还撞见过他在手机上给网红美女刷礼物，这样的两个人碰撞在一起，我就不信发生不了什么。发展感情需要时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处理我这边的事情。我是不打算回家的，多看到一文一眼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想一想，那些不回来的晚上，他都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去酒吧和女人鬼混去了？他又背着我在外面出轨了多少次呢？只是我不回家，总有人要催着我回家。我婆婆又上门了，她见她自己劝说不动我，最后她直接放出了大招。我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个住的地方，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一旦他们找不到我，或许就可能会找到我父母那里去呢。这点小事我还不希望惊动我的父母，让他们为我担心。我白天的时候，除了在家做家务，就是去自己盘下的那几个门市看看生意怎么样。那天当我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，还没等完全上到楼上，我就听见楼道里有人在说话。对，等一会你就这么做，就听我的来，不知道的不要回答。你放心，他再不喜欢谁，还能不喜欢你吗？我转过楼梯上了楼，发现是我婆婆带着我的儿子守在我家门口。在见了我的一瞬间，我儿子立刻换上了一副伤心的表情，朝我奔来，紧接着一下子抱住了我。妈妈，你怎么这么多天都不回家？乐乐想你了，你不会是不要乐乐了吧？说着，她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我婆婆也在一边抹着眼泪。是啊，就算你恨一文，你也不能不管乐乐呀。
这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吧？”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如果不是刚才在楼下站了一会儿，偷听了他们两个人对话的全过程，刚才上来的一瞬间，乐乐又瞬间从平淡的表情变成了悲伤的表情，我可能还真被这小子混过去了。于是我俯下去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对他说：“妈妈怎么可能不要你呢？你可是妈妈唯一的宝贝啊！可是如果有一天在爸爸妈妈中间，你只能选择一个，你会选谁呢？”乐乐估计是没想到我会问出这样的一句话，一时间呆住了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就是连哭泣也忘了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当然已经知道了答案。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答案的。他一直都更喜欢一文，因为一文总是更宠着他，更惯着他，而我对他非常严厉，总是希望他变得更好。小孩子是不懂这些好与坏的，他只会向着更亲近他的人。我婆婆见状不好，连忙上前把乐乐拉到了背后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一个当妈的怎么能这么跟孩子讲？不想回去你就别回去了，来，乐乐跟奶奶走。他说完拉着乐乐就走了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他们设计好的一环。乐乐紧紧地扒着楼梯扶手不走。不行，我不走，我要妈妈回去，我要妈妈跟爸爸在一起。我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。宝贝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和别人在一起的。你喜欢爸爸，爸爸也更宠着你，跟他在一起你难道不快乐吗？估计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乐乐懵懂地看了我两眼，可是爸爸不开心。爸爸说要你回来。说实话，听到他这么说话，我还是有点伤心的，因为他要我回去，不是他自己想我，而是因为一文会因为我不在而不开心，而他年纪还小，也不懂一文是为什么不开心。估计还是因为一文和我感情很深，所以离不开我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一文不开心的原因可能只是怕我真的和他离婚，再把他出轨的事拿去打官司，最后闹得他净身出户罢了。你真是没有良心！你再和我大孙子这么说话，就给我滚，再也别回来了！我婆婆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，一把抱起乐乐就走了。我只在他身后说：“难道你要让孩子永远成长不起来吗？他今年都快要10岁了，你还像你儿子一样宠着他、惯着他，最后只会让他成长成像你儿子那样的人渣。你说谁是人渣呢？还不是你自己小气，根本容不下人。”我婆婆手里抱着乐乐，不好动手，只能满面狰狞的怒吼：“你不是想离婚吗？行啊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爸你妈，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，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女儿的。离就离，你难道以为我们家怕了你不成？”他抱着乐乐下楼去了。我知道他这番话不过是吓唬吓唬我罢了，因为他也明白，我虽然不想让父母担心，但如果我真的打定主意做什么事情，别人任何人都别想做我的主。虽然这样可能显得我有些强势，但我也不是听不进去建议的人，只是在面对那些明显不公平的选择时，我从来不会惯着他们就是了。我回了出租屋里，目送着他们在楼下离开。出了小区楼道门之后，乐乐就从他身上下来了。祖孙二人牵着手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看着真是其乐融融啊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感觉我在家里像一个外人一样，没有人因为我本身的价值选择我，他们想要选择我，只是因为我的附加价值，比如说能让一文安心。我叹了口气，决定不再去考虑这些，而是准备静待事情发展。然而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，却发现真是说谁谁就到。被我推荐给我公公那个寡妇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：“小双呀，
你这手上优质的资源真是不少。这人是谁呀？他给我发来的语音里笑得很开心，估计是事情已经成功至少一半了。我给他回了条消息：梦姐，你说笑了，只是我某天去送我儿子上学的时候，在公园里遇到的一个人罢了。我瞧着就像您会喜欢的样子，所以才推荐给你的。我没有说我公公和我之间的关系，我公公当然也不可能说我们的关系。当然，我公公是肯定不知道这女人是我楼下邻居的。但是我们这城市就这么大，我公公不可能给别人自己家人的消息给别人留下把柄。这个梦姐一听更是开心了，在那边笑得花枝乱颤，说事情快成了，改天请我吃饭。吃饭就不用了，咱们都邻里邻居的，互相帮一把是应该的。您开心就好。以他的手段，我不相信他会拿不下我公公，所以又过了几天，我就收拾东西回家去了。当然，我是寻了个正经由头才回去的，是一文亲自上门求我才表现的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，跟他回到了家。这样做也有好处，一文现在每天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惹我不开心。每天下班也知道按时回家了。当然，他是不敢和我做出亲密行为的。他要是敢做，我能一脚把他踹到门外去。马上要临近年关了，看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，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心思去采购年货的。但是一文却自告奋勇地把东西都采购全了，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安稳度过这个年。每年过年的时候，一文都会把我婆婆和公公一起接过来住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件出轨的事好像也逐渐被这个家淡忘了，大家又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样子。直到有一天早晨，我家门铃突然被按响了。去开门的是我婆婆，按门铃的人正是楼下的梦姐。梦姐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，看见从屋里走出来的我时，笑得灿烂。哎呦，这不是小双吗？姐家今年多买了不少年货，来送你们一点。我婆婆一向对我们家楼下住着这样一个人不是很满意的，眼看着她就想把这人赶出去，我连忙拦住了她。妈，您别这样，都是邻里邻居的，梦姐还能做什么不成？梦姐听了也立刻附和：对对对，大家都是邻居，这礼品都没拆封，我总不能害你们吧？说着，她放下东西就跑了。我知道这事情估计是成了，甚至说不定我公公这2天还见过她呢。关上门，我婆婆就忍不住数落起我来。你看那女人的样，她的东西你也敢要？我只是冷笑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别人？难道人家还能和爸在一起不成？我婆婆翻了个白眼，我看她就是不怀好意，不然非到这个时候献殷勤干什么？我对此没说什么，只等着爆发的那一天到来。那天来的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快，也依旧还没有过年。一大清早的，我和一文还没睡醒，就听见客厅里传来了争吵的声音。你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是谁干的？我和一文被惊醒了，连忙去客厅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只见我婆婆手上捏着一根长头发，冲着坐在沙发上的公公大吼大叫：你这头发是谁的？从哪沾到的？你和谁在外面约会呢？我站在门边看戏，一文就立刻过去拉住了想要冲上去打人的婆婆。妈，你先别冲动，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你让我怎么好好说？我婆婆把那根头发在她眼前抖了抖。今天一大早回来，我就看见她肩膀上沾了这样一根长头发，你还让我好好说？这肯定是哪个贱人留下来的。一文看着那头发，也只是无奈的苦笑。妈，这不就是一根头发而已吗？很正常的，说不定是爸在家里粘上的。
您和小双不都是长头发吗？就算是爸在外面粘上的，那也很正常。公园里也有不少打太极的女人，指不定是谁头发掉了，风一吹飘上去的，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您别这么激动。我婆婆暂时闭了嘴。一文看着这事情有戏，连忙看向我公公：“爸，你也说两句话呀，我是相信您的，您一定是无辜的，对吧？快安慰安慰妈。”一文一边说话，一边冲他爸使眼神，看来这事无论是真是假，都得是假的。然而，令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想到的是，我公公没有顺着这个台阶下，而是冷哼了一声：“你在这和什么稀泥？我今天就把话挑明了说，从我们没过来的时候开始，你妈每天就疑神疑鬼的，我被她吵得都要犯心脏病了。反正我是受不了了，要么以后你就别再追究，要么今天你就继续闹下去吧。”我公公说完，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打开门就离开了我家。我婆婆瞠目结舌了一阵，然后突然扑到门边，尖叫了起来：“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那不都是因为我爱你吗？你肯定是出去跟女人鬼混了，肯定是。”一文见了，连忙冲我喊道：“小双，别在那里傻站着，快过来帮我劝劝妈呀！她一个人当然是劝不动的。”我婆婆跟疯了似的要开门出去，她只能拦着我婆婆。于是我婆婆在她身上乱打起来，我慢悠悠地踱步过去，看着他们两个人中间混乱的样子，突然笑了一下：“妈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这样是做什么呀？”我婆婆暂时闭了嘴，安静了下来。一文立刻对我投来了鼓励的目光，示意我接着说点好听的下去。当然，我不可能顺她的意。前几个月你还对我说过呢，咱们这座大房的那得有容人的气度呀。别说你还没有爸出轨的证据，就算是他真的出轨了，男人都会那样，你有什么可生气的？结果就是我婆婆把家里折腾得鸡犬不宁，直到晚上累了才安静下来。当然，后面中间的时候我就没有参与了，因为我说完那些话之后就回到房间躺着了，连午饭都是用外卖解决的。被折腾了一天的一文，晚上终于回了卧室，看见我在那悠闲地躺着，他也是气从心来。因为我看见他深呼吸了一口气，最后尽量压抑着怒火，心平气和地对我开口：“老婆，你白天的时候怎么能那么和妈说话呢？这是来兴师问罪了。”我合上手里的书，看向他：“我说的话怎么了？我是不尊敬他了，还是对他发脾气了，还是对他说错误的话了？那些话可都是他曾经对我说过的。你要不要再想想你出轨时候的事情？”如果说一文刚才还有一点发火的想法，现在他是彻底熄火了。可是妈，他毕竟年纪大了，你也不能那么说话呀。哦，我嘲讽他，原来你也知道当时你妈说的那些话是错的呀。当初你怎么不说呢？他承受不住的话，我就能承受住了。还是说这刀子只有挨到自己人身上最痛呢？一文立刻闭上了嘴，他知道我马上就要发怒了，不敢来触我的眉头，直到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再说话。房间里的氛围愈发诡异地沉默了起来，不知道他睡没睡着，反正这一觉我是睡得香。毕竟第二天又是一场硬仗要打。天刚刚亮的时候，我婆婆又开始在客厅里发疯，我听见我旁边的一文立马爬了起来冲了出去，又听见我婆婆在客厅里摔什么碗和盘子，一边摔一边大喊她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，和她是不是在那个人家里过夜了。一文只能安慰她说我公公没有，说着还要拿出手机给他打电话。他们打了几通电话，那边估计是终于接通了，不过说什么我就没再听见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楼下的梦姐恰好给我发来了消息，
小双，你推荐的这个人可真不错，你等着，过年那天姐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。我对此有点哑然失笑，真的不用了姐，你过得开心就好，我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要什么红包呀？我们又互相客套了几句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彻底的办成了，估计我公公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梦姐家过的夜，因为到了最后，他问我一句：“这个人是你们家的亲戚，可能是从什么蛛丝马迹里品出来，不对了吧？”我当然也很坦诚，没有瞒着他，是我公公。说来也不好意思，是他拜托我给他找个相好的。这男人啊，都一个德行。梦姐对此表示赞同，你说的对，他可真是个老不要脸的，没想到长得帅，私底下这么龌龊。不过你的婆婆真是个疯子，昨天我们楼下可都听到她一直在发疯了，今天一大早又在发疯，天还没亮就打电话把我这边吵醒了。你们家的事姐也知道一点，既然你不要大红包，姐就帮你一把。我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帮一把是怎么帮的。在我婆婆给公公打完电话之后，我公公没过多久就回来了。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可能还以为我公公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一直在楼下等着，就等着这个电话到了，他就上来了。我婆婆也破涕为笑了，不再揪着我公公到处挑刺，而是紧紧地抱住了他。我知道自己不该疑神疑鬼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公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，现在更是满脸笑容，象征地安慰了我婆婆几句。一文也松了一口气。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情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家的门铃突然又被按响了。这一次还是我婆婆去开的门，门外的仍旧是梦姐，她穿着一身贴身连衣裙。我婆婆见状，不由得挡住了她的视线，十分不悦地问她：“你大清早的来这里干什么？穿成这样，知不知道丢人啊？”梦姐已在门边笑得可人：“你以为我大清早愿意来这里看你呢？你们有东西落在我这里了，拿回去吧。”她说完，把一条领带扔给了我婆婆。从我这个角度，我能够很好地观察到，那条领带正是我公公昨天出门的时候打的那条，我都能认得出的领带。我婆婆当然也能认得出来，她把那条金贵的领带捏在手里，差点揉成一团。这个是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梦姐只是抛了个媚眼。哎呦，这种东西你一定要人家说的这么清楚吗？我婆婆突然看向了站在她身后的我公公。我公公刚进门，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自然大家一眼就能看出他没打那条领带。我婆婆立刻冲过去，扯住了他的领子：“你的领带呢？你的领带哪里去了？是不是这条？你和这人鬼混去了是不是？”梦姐打了个哈欠：“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？男人不都喜欢在外面勾三搭四吗？你怎么能说是我的错呢？你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一点容人的气度都没有？人证物证俱在。”我公公这次就是想抵赖，也抵赖不了了。见状不好，我赶紧对梦姐使了个眼神，她迅速地逃跑了。我婆婆现在也没有功夫去管她了，因为她正揪着我公公的领子质问他。我公公也没想到一夜之后事情会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就连一文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。看着这混乱的场景，我不由得假惺惺地开了口：“妈，那人有一句话说得对呀，你自己都说过做大房得有容人的气度，你怎么就忍不了我公公呢？爸，你说是不是？”我公公终于找到了一个肯为他说话的人，于是连连点头：“对，小楚说得对呀，你不能只这么要求小楚，你自己做不到吧？放屁！你们都是在放屁！”我婆婆扯着嗓子大吼：“楚双，
我看你就是在诚心报复我。我们家怎么会有你这样一个白眼狼儿媳？看着他这副扭曲丑恶的嘴脸，又看了看一文无助的样子，我终于笑出了声。你才知道我是在报复你吗？不然你以为我凭什么不和你这个人渣儿子离婚呢？我就是要你把我曾经受过的都好好尝一尝。只是事实证明，谁都无法忍受丈夫的背叛。既然如此，就别再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